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死灵法师的噩梦流程。其实我本来想直接录制普通和地狱了，后来有小伙伴说不行啊，我们一定要看噩梦。那给大家看一下人物的技能吧，还有装备。技能方面是这样，诅咒、衰老和伤害加深已经都点了，我只点了1点。伤害加深呢是用来破除敌方的污冕以及配合施暴使用的。衰老主要是为了控制 BOSS 和一些特别快速的敌人，那它和粘土石魔的减速效果可以叠加，这个控制 BOSS 是最好的。施暴点了1点，召唤法术这边呢，召唤抵抗点了1点，土魔1点，这2个对点。现在我的人物级别是36级，普通的时候是31级，那这5级死灵法师从30到50这个区间，骷髅的成长是非常快的。我现在骷髅的伤害是130多，那31级的时候才有80多，所以说大家想一下这个成长空间。另外技能下一步呢，我是要往这儿走了，加重生了，把这2个点满之后去加重生，这样整个死灵的召唤就成型了。所以说死灵的成型一般在噩梦就完事儿了。地狱对它的提升主要在装备上，看一下装备啊。首先是小弟的装备，小弟拿了一把这个矛，这个矛的特点就是伤害高一点，因为在噩梦和地狱咱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制造第一个尸体，所以说小弟的伤害一定要高一点。头盔是一个普通的黄金了，这个甲是一个毒液牢房，是打巴尔给的。然后我的装备这把手杖加2召唤技能加1衰老，这是有用的。那这把手杖简直了，我在马拉那买的，花了40多万金币，大家想一下吧，太贵了。然后腰带和铠甲是吸钢，这2个呢有一个10%的生命抽取，对我来说没有用啊，但是我也只能先穿着，万一再打出第3件呢，对吧？这个防腐之手加2支配骷髅加3支配骷髅加2骷髅复苏，是在普通的第1章打到的。这个从普通第1章我一直用到现在。鞋、手套、戒指、头盔，这都是普通的黄金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拿个15 MF 的，非常垃圾，但至少是个暗金，我就带上。然后呢，这个护身符是加1死灵法师技能的，还可以吧？装备也就这样，咱们出发了。看一下能否顺利的制造第一个尸体，如果能够顺利的制造第一个尸体，那就说明这个难度咱们没有问题啊。土魔是指望不上了，因为它只有1点。好，可以飞了，对吧？咱们9个骷髅。好，到了第1个任务的山洞，咱们去这边清空。I sense death. 希望噩梦咱们尽早能够打完第3章，因为打完第3章之后呢，就可以刷老莫了。噩梦的老莫还是能爆出很多的日用品。对于单机环境来说，日用品对人物的提升是巨大的。大家想一下，我现在身上80%的黄金装备，甚至还有15%左右的蓝色装备。这如果都换成暗金是吧？魂之羽不要想，绿色套装也很难。现在基本套路呢，就是诅咒一下，让小弟上去砍。我还不太具备全程施暴的法力和装备。等装备上来，全程诅咒加施暴，配合着骷髅和复活生物，简直无敌啊！遇到污冕的呢，可以诅咒破他的污冕，而且制造出第1个尸体之后，也可以施暴，因为施暴是带有火焰伤害的。这边走。哇，这边果然有一个岔路，还挺长。尸体发火，
这里的小 boss 被清了，爆了一把罗马短剑，那说明这个地图能爆出血书。但我是个法师啊，打出战士的装备呢，我留着，这样以后如果给大家录制其他角色、其他玩法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用，至少不会像我现在这么艰苦。就是现在的装备到了噩梦来说，就算是穷困潦倒。还差5个。施暴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和敌人抢尸体，因为有些敌人是可以复活尸体的，甚至利用。哦，技能神殿这。我是不是能我看啊，还是9个到后面装备起来大概能召唤10到11个，我就到头了。好了，回去把那点加上。Is that enough to earn the rogue's trust? You have greetings. 咱们又来了一点，加这个吧。哦，看伤害180，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个技能神殿。Welcome. 好了，第2个任务来到了埋骨之地，然后冲进去吧。他在哪？在哪？在这儿。摔倒他先，因为他跑得太快了。把他控住。北边那片战场呢，用施暴帮助一下这些小骷髅。好，行了，他们来了。这已经出不去了。爆了个小护身符，一个黄金锁子甲。我身上东西太多了，因为想拿回去卖钱啊。之前买手杖的经历简直是太惨痛了。Good evening. I can hardly. Blood. It is clear. 行了，去救老爷子了要。哦，这棵大树在这儿。那几个敌人呢？对。爆了个破水晶剑，卷轴带走吧。行了，回去交差。Greetings. 哦，这个没技能，这个3万啊，这个捡的不错。垃圾，走吧，救老爷子去。救老爷子这张图，小怪也不少，小金怪。这个我没有看指示的习惯啊，一般都是乱点的。其实看的话呢，对，它能给你顺序的提示。先干铁匠。All that's left of proud Tristram. 铁匠是这张图里最大的怪了。哦，这几个是小金怪。这些尸体都炸了。哦，这也有个金怪。铁匠呢？铁匠已经躺地上了。哦，这么快啊！假腿先不捡了。噩梦通关之后呢，给大家杀一次你。
哇，这钱1000多呀！行了，回了。老爷子救出来了，接下来去打女伯爵了。进塔打女伯爵。女伯爵的悬念就是他会给我几号符文，毕竟是噩梦的，不是普通的了，对吧？最好能给我个12，我就知足了。我捡个2孔盔做个支持。9号已经有了。哦，行了，带人冲进来打吧。哎，这女伯爵专往尸体旁边站，差点啊，出了个下。黄金流星锤，一把古杖我捡走啊，做个黄金古杖、暗金古杖多好。行了，做完这个任务回去了，辨识一下，看看这东西怎么样。Well, good evening. 13，我又不做押韵，真是。这几个就是我打出来的暗金装备，都留着呢，都留着呢。垃圾。这把古杖也不好。好了，这些就全都卖掉了。卖掉之后，咱们继续了，去搞铁匠了，对吧？ Good evening. 啊，老爷子的黄金戒指我还没拿。看一下，哎呀，21法力抗火12%，比拿个强啊，比这个破拿个强，拿个放起来。以后万一起个法师去打装备呢？行，第5个任务去打铁匠。铁匠的路途比较远。哦，找到铁匠了！这个货走得好快啊！一个头饰2孔。另外我捡了一个海蛇皮，在想要不要把它黄金化。Stay a while and listen. 其实留着没什么大用。现在是锡钢，还是不要了。这个也留着，刚打出来的。存钱。行了，要去打安姐了。希望安姐能给我出点好装备。The order welcomes you. It is certain. 安达利尔出发。去打安姐之前呢，会经过一个大教堂，这里有一个骨灰的小金罐，这个小金罐我觉得我进去把它清掉。我感觉整个噩梦第1章对我的提升主要就还是在技能上。那咱们装备啊没什么进步啊，只是把拿个换成了一个黄金的戒指，被诅咒了。骨灰跑哪去了？在这儿，在这儿哦，在这儿，离他远一点。这家伙冰冷强化，好，爆了一个黄金铁手套。看一眼怎么样？抗寒抗毒，等一下，别打我。抗寒14，抗毒28。我现在的呢，抗火抗毒14、24。来吧，这个这个28，那个24，继续前进了。好，要进4层打安达利尔了。另外这里说一个小技巧吧，就是在魔法充足的情况下，可以把魔法牙放到左手边。这样，如果你点到敌人呢，你默认是发射出一个魔法，你不会和敌人产生近身的冲突。另外呢，在不能开地图的情况之下，按 Shift 按左键的强制攻击也能够进行照明。好了，咱们打安姐了。先把这里清干净。
大斧子，6到58，可以考虑镶点什么。用手套珠宝，这里只能期望安杰给我包东西。之前呢更新了一下鞋子，有一个20高跑，别的就没什么了。因为之前的鞋子也是一个普通的黄金鞋，所以提升有限。本章没有出现让我眼前一亮的装备，但是单机就是这样，有可能你通了地狱都不会给你出让你眼前一亮的装备。哎，一个防御盾啊，防御盾我没用啊，是法师加一法师崩。安姐下来了吧？是不是？是的。我小弟还是比较怕毒的，我开始控制。看看有没有半血，有了，抄点东西吧。小弟倒了，啊，叫一个。这，好垃圾。长匕首，行了。回去辨识一下，可以去第2章了，对吧？ This good day. Good. The carrot. 加2支配行。米拉波加之球。那好吧，噩梦难度的第1章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第2章再见。